前往精灵的领地需要20级，那还不急。全球第1块建成令，第1个玩家城池肯定有隐藏奖励，必须尽快用掉。建成地点自然是首选祖龙城，这样就可以完全私吞这座城堡。不过前世没人在厄运沼泽建成，不知道可不可行，得找奥伦长官问清楚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抓住他！他是暴君，他身上有火系药剂。别让暴君跑了！什么鬼？秦风弟弟，听说你回圣盔城了，现在全城的人都说要扒光你身上的火系药剂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告诉姐姐你的位置，我们蔷薇公会保护你。连你也来凑热闹？抓住他！来几个300斤的妹子，把暴君身上的药水炸出来！有话好说，300斤妹子在下吃不消啊！幸好及时下线，不然惨了。该不会留下心理阴影了吧？得找姐妹花治一治。2姐妹住姑妈这，白天上学，晚上就在房间里等我。看来还听话，不然被他们看到自己闪现过来，很难解释。暴君小哥哥，怎么了？啊，不对！你终于承认了，暴君就是你。秦风先生，明明就在身边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想不到线上没被抓住，现实踩在了这2姐妹手里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坏男人！被套路了。秦风先生，你是怕游戏身份泄露，被幻视追杀，还会连累我们，才故意隐瞒身份的吗？差不多，但比起幻视，我更怕你老爸追杀。另外，神域牵涉十分复杂，一旦身份泄露，很有可能被软禁或者自杀。我和妹妹绝对不会透露你的身份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们就不告诉爸爸。看来以后要被这2姐妹死死吃住了。厄运沼泽真是好地方，血煞被诛杀后，民和工会收敛不少，我们才有机会开荒。可惜到现在都还没刷出建成令。老大，糟了，咱们的火系药剂用完了。什么？不是让你们在圣盔城大肆采购吗？手下说早被暴君那小子买光了，而且生产火系药剂的药剂师协会跟他签了协议，这3个月内火系药剂只卖给暴君1人。什么？原来是勇士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莫非大师，我是来取火系药剂的，再不拿出去卖，我以后在圣盔城只能隐身走路了。哦，勇士，请跟我来。等等，大师，您手中的草药有问题吗？看您抽成这样。这些都是协会珍藏，对我炼药至关重要，可我偏偏认不出名字和药型。大师，我略懂一些草药知识，不如让我看看。莫非大师，这株草药名叫七叶火兰草？什么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七叶火兰草？没错，蕴含浓郁火属性能量，可制作火伤增幅药剂或抗火药剂。这一株草药是月光草，这一株是沙漠白莲，这是珍贵的麦尼斯的玫瑰。仓库内千种不知名的草药，今天都给你鉴定出来了。你莫非是草药学天才？很好，接下来产量提上去，1个月至少生产200万瓶。朋友，你要卖这么多药剂，不如租一间店铺，雇人帮你打理。好主意。又是50金币1瓶，操！反对垄断火系药剂，黑心奸商，重出江湖。会长，我们没必要买暴君的药水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暴君不仅不卖我们，还设了绑定，无法私下交易。又被暴君宰的一天。天天骂，天天来，我真是贱。这2个小妖精越来越会撩了。不好意思，本会长铁打的身子，不信可以试试。小妖精，
早晚收了你。这还是我那2个高冷傲娇的宝贝女儿吗？这语气这表情，简直不敢认。现实中2个女儿都不怎么理我这个老父亲，在游戏中能聊上几句，我都已经很开心了。之前看到他们被渣男伤害，闷闷不乐，茶饭不思，作为父亲的我着实心痛。想到那个渣男就气，我一定要把他抓出来，让他付出代价。女儿们能从渣男伤害中走出，已经不错了。哎，顶多就是跟老大互动的开放点，跟老大不对，老大不会想泡我女儿吧？厄运沼泽要起飞了！这他喵的简直是升级天堂了！2头龙神杠上了！擦，厄运沼泽这下爆炸了呀！看来厄运沼泽要变成战场了。不管怎样，先买一些火系药剂准没错。暴君，光明玩家的血汗钱都赚，你还有良心吗？现在是正邪大战，你还要抬价？暴君在发国难财！看来自己昨天向光明之龙的汇报，果然发动了一场远征。老大，怎么办？没了火系药剂，咱们在厄运沼泽的大部队就得撤回来了。你好意思问我怎么办？你他妈为什么要招惹暴君？你他妈给老子造成了多大的损失，知道吗？老大，饶命！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把暴君给我剁了；第二，老子先把你剁了。现在进神域绝对是最好的时机，刚刚开放赋值了，神域的经济系统全是商机。可不是，一个叫暴君的玩家一天赚了4700万，比互联网都赚钱呢。听说没？黑市上有人悬赏暴君、神奇哥的真实身份，出价都是100万起步。我还听说幻视公会靠着地下背景也在悬赏他俩。这群悬赏自己身份的势力绝对不止幻视，肯定有国外间谍的影子。奥伦长官，在下希望在厄运沼泽建立一座工会驻地。勇士，那是块被诅咒的土地，在上面修建的城池只会沦为死城。我会净化这一片土地，并在这里修建一座城池。我要让它成为帝国远征军在厄运沼泽的核心据点。在沼泽深处建城，这是天才般的战略。有这座城，远征必胜。勇士，军团会全力支持你。任务期间，竟然能动用帝国军团来修城，这也太爽了。接下来就是解决土地净化的问题。有办法可以清除这些污染吗？勇士，只要1颗龙类宝石，配合我们地精的飞艇，就可以净化这一切。东西我刚好都有。莫多在吗？是你偷拿了我们的地精之书。对不起，父亲，是我偷偷把地精之书送给朋友的，我不想我的朋友还不起地精声望。既然如此，勇士，你是来还地精声望的。莫蒂蒙先生，我想租用你们的地精飞艇，净化一片被诅咒的土地。勇士，地精的净化技术可是需要强大的龙类宝石，你一个10几级的冒险者，怎么可能有这种稀世珍宝？您说的是这个小玩意儿吗？什么？你真的有龙类宝石？怎么样？换你们的技术来净化厄运沼泽？不行，净化那片被诅咒的大地消耗太过巨大，你现在还不够资格让地精风险公司出手。不过，如果能向拉兹克家族证明你的价值，公司可以为你破例一次。怎么证明？就通过你的珍品任务寻找矿产，只要你能找到100处以上矿产，就证明你有被拉兹克家族培养的价值。这是我找到的矿产，应该足以证明我的价值。这怎么可能？勇士，你竟然找到了525处矿产，你的成就太惊人了！你远比我想象的更有价值。地精同意帮你净化厄运沼泽，而且你有资格真正拥有这本地精之书。希望你以后能铭记地精和拉兹克家族的友谊。自然，我还有一件装备，想请贵公司帮忙升级修复，还能修复吗？勇士，这是一件已经破损的神器项链，想要修复它，必须动用地精神器虚空神针，但代价极为珍贵。这个需要10亿金币加500万地精声望，或者1颗龙类宝石。
莫蒂蒙先生，那就用这颗龙类宝石修复它。幸好之前收集龙魂时有获得龙类碎片。这可是龙类，整个神域最珍贵的存在之一。这名冒险者是批发龙类的吗？从上，江南服是全球唯一一个出现神器的服务器。您怎么看江南服如今的格局？我一直关注神器哥和暴君，如果能把他们的装备买到 Speed， 真是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可惜啊，到现在我连他俩好友都没加上。我认为神器哥只是靠装备碾压，我想和他装备对等，堂堂正正一战。装备对等太难了，我判断短期内不可能出现第二件神器。快看，装备榜要刷新了！啊，第二件神器就这么出现了。不仅杀人不会红名，还可以隐藏 ID， 看来今后能玩的骚操作可就多了。剑南服开挂了吗？2件神器，我们府连件黑金都没有。我在江南服，但是没选在圣盔城发展，亏大了。现实中悬赏神器哥，游戏里留下电话和诱饵，摆明了就是想找到并控制神器哥。这种事，前世他们就没少干。我操，听这口气是神器哥呀！太秀了，还能匿名发言。我也听过幻视线下对玩家动手的传闻。我游戏中的朋友得罪了幻视，至今再也没上线过。神器哥，有种你亮出 ID， 躲在暗处血口喷人，就很掉价了。是个男人就出来亮个相，我幻视狂徒就想见识下你的神器有几斤几两。幻视还敢反咬一口，得给他们个教训。爷爷，我正找你们呢，就拿你们试试神影项链的威力。哼！我操，怎么回事？老子屏幕怎么闪？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原地复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看到有人打他吗？怎么一复活就死？一复活就死啊！老大，我刚还是5级呢，怎么就死成1级了？怎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？老大，不会是 bug 吧？我们去找神域官方，让他们赔偿。我看看，居然不是 bug。我尼玛，杀了我16次，把我从17级干回1级。这个匿名是谁？这个匿名难道真的是神器哥？可是我怎么连对方的影子都没看到？听这意思，刚才狂徒无花果疯狂自杀，其实是神器哥出的手。老子攻击才刚100，尼玛就有人伤害破10000了。刚也没看到神器哥啊。神器哥牛逼，杀人于无形啊！5秒内秒了31条命，13000的伤害，隐身攻击，一个可以隐身攻击的人，自己怎么跟他玩？确定不是跨逼？饶命！我再也不敢笑你们穿不了高级装备了啊！老大，这个神器哥是开挂了吧？他妈还是隐身挂？不可能有挂，这次是我们栽了。继续在黑市悬赏神器哥的真实身份，老子要弄死他！好的，老大。另外，咱们的药水和装备商队出发了吗？老大，我们囤了1000万金币的货，几千个小号搬运，估计到时候最低能赚个10倍。很好，钱不能让暴君一个人独赚，他垄断火系药剂又如何？比得上我们幻视这么多人吗？兄弟们，一起去厄运沼泽发大财，说不定能成为下一个暴君，日入4700万呢！大兄妹，
我劝你不要囤货，否则全砸手里。货物怎么砸手里？根本不愁卖出去。另外，以后厄运沼泽的发展中心不再是远征军营地，而是东边的厄运海湾。厄运海湾在东海岸，也太远了吧？中间还需要经过高级怪区。劝你再等个2、3天再出发，到时候会有惊喜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莫蒂蒙先生，就以废墟为中心，开始净化这片土地吧。勇士，如你所愿。不愧是龙类，太神奇了！这么大块地方，足够自己以后扩张的了。使用建成令，将周边海湾的2万公顷土地、1万公顷海洋，成为我的领土。祖龙城和龙有关，自己也是龙之血统，就叫它龙堡吧。你们30个去后面的大坑里挖掘远古材料，你们10个开荒遗迹，你们10个负责修建传送阵。等施工图纸生成完毕，交给机器人，让他们自动施工就行了。这才晚上10点就喊自己下线。自从身份戳穿后，这俩丫天天工会里和自己腻歪，又是玛卡又是王八汤。看来我不仅要在游戏工地里忙活，晚上还有2姐妹这片工地等着我呢。奥伦长官，为了响应您的号召，我已经在厄运沼泽修建了一座城池——龙堡。这简直不可思议！一座建立在厄运海湾的城池，对于远征十分关键。我将兑现承诺，组织一支远征军为你修筑城池。不过路途遥远，我想至少10天才能抵达。不用10天，在下已经在龙堡内修建了一座传送阵，瞬间就能抵达。什么？建立在厄运海湾的传送阵？这是要干嘛？怎么暴君大佬也在？昨天乘坐地精飞艇，今天和奥伦长官谈笑风生，太秀了。奥伦长官，我的城池可能有点大。勇士放心，我的大军是精锐，足以瞬间将你的城池建设完毕。奥伦长官，既然你答应将城池建设完毕，那么请开工吧。这也太大了，看来帝国军团也不用干别的，天天在这修城墙好了。幻视工会的药水清仓大处理。治疗药水4金币1瓶，无限量出售。1万多个小号，这才是大工会啊！这一下能赚个好几亿金币，比暴君都赚钱呢！我又多囤了4000万的货，能翻10倍价格卖出去。无花果老大英明。哈哈，暴君算什么狗屁？幻视很快就能取代暴君，成为神域里新的商业奇迹。什么？位于厄运沼泽东海岸，厄运海湾，一片片野生草药，一群群的怪物，处处是古老的遗迹。这地方位于沼泽深处，从圣盔城出发得个半月才能到。在这儿建城，暴君脑子有坑吧？暴君咋修的传送阵？要是真的，那我的货物岂不是？远征军一定没价值了，要我们不买了。笑死！幻视囤了几千万货，要全砸手里了。暴君大佬真是幻视的一生之敌。无花果老大，我们的药怎么办？说好的赚几千万呢？太操蛋了！这可怎么办啊？不带这样玩的，几千万的药水，再加上部分的人工成本，这下幻视亏大了。这里是整个城池的核心政务厅，龙殿。老大，你太牛逼了！这比在欧洲见到的新天鹅堡、温莎城堡都要来得壮观。会长先生，这难道就是我们以后的城堡吗？吉娜好喜欢。会长小哥哥，丽娜也喜欢大大的城堡哦。什么？淡定，这只是游戏，总比在现实中被渣男糟蹋好。老大，关于龙堡的未来发展，这里必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商业中心，这里面大有油水啊！
药水、维修生意垄断10倍价格，其他生意抽20%税，我们躺着赚钱。不错，不过我还有更绝的，传送门1000金币使用1次。老大，但是你绝啊！光明阵营又有神器又有城主，而我冥河连建成令都没有见到，这差距有点太大了。来人，会长有什么吩咐？请鬼子6副会长亲自出马，从内部毁了这座世界第1城。么么哒，小可爱们，我是你们的斗鱼小鸽子，今天就让小鸽子来带领大家一窥龙堡的奥秘吧。请选择你要传送的城市，传送到龙堡。不管了，传送。哇，这城堡好大，好雄伟啊！不会真传送错了吧？这里竟然真的是暴君大佬的龙堡啊！哇！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走去龙堡发大财！天啊，老子这就氪金1000块！问妈妈要，也要凑一张去龙堡的门票，这波必须拿下！老大，我们1分钟就进账1000多万金币。等他们回龙堡补给时，龙堡的物价会让我们再赚一笔。老大高明，高额的传送费断了他们回圣盔城补给的念想，不得不留在龙堡消费。姐姐，这2个男人笑得好猥琐啊！他俩一个舔狗，一个奸商。这个龙堡真他娘的大！这个暴君在城内专门建了一座内城，想必里面一定有秘密。我们采取什么行动进内城？我刚好做了个隐藏任务，获得了10把大师级钥匙，开个内城城门轻而易举。正常来说，使用大师级钥匙等同于拥有大师级开锁术才对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隐身了。是真实之眼，这些圣骑士的真实之眼可以繁衍，简直是刺客克星。不管是哪个部长也来刺探龙堡，他也认证了龙堡的门和守卫都经得起考验。竟然是他，仙城多，他可是日本间谍，是燕京府惊天间谍案的主谋之一。这一时，他出现在江南府，看来我已经被日本特务机关盯上了。难度5S 级，什么逆天难度啊！独眼巨人部落里最低的巨人也有25级啊，暴君也才18级啊！龙堡不能破，难得前线有个据点，暴君快发放守城任务吧！疯了，没奖励还收钱，黑心城主！笑了，龙堡毁灭吧！会长姐姐，暴君哥哥疯了吗？暴君从不做没道理的事，从囤火系药剂到劝我放弃远征军营地，每一次信他都能毙磕。姐妹们听令，选出500名精英玩家，接手暴君的守城任务。还算这群小妮子有良心和识时务。这次任务怪物质量和数量一定不差，能在城墙上安全输出，收1万金币，太便宜他们了。全球的玩家们，5S 级的龙堡守城战即将开始。我们的世界第1城主暴君先生，竟然只集结了区1000人的队伍守城。比预想中夸张太多。完了完了！快回圣盔城，不然要被包饺子！怪物好多，
好吓人啊！暴君的攻击已经如此恐怖了吗？这甚至都还没暴击。暴君攻击再高，对于这个数量的怪物来说也是不够看的呀。就算一只怪物只能啃掉一点耐久，100万大军也能瞬间将城墙啃出一个大洞。20多级的怪物竟然破不了城墙的防御，这城墙防御有多高？不愧是远古代材料，完全经得起考验。下面怪物有点多，大家动动手清理一波吧。姐妹们，现在怪物全部堵在城墙下面了，成了肉靶子了。哈哈，1万金币，这个任务太值了！光战利品就不止1万金币了吗？还以为要死在这儿呢，血赚！我来为怪物上剑防 buff， 冰皇诅咒。输出交给我了，我强术。太棒了，姐姐，闭着眼睛都能命中一大片目标。我的经验值涨得好快。居然是纸糊的吗？是暴君的输出太爆炸了！独眼巨人之王，竟然是一头精英 BOSS。渺小的人类呀，你得罪了古神的后裔！有谁能告诉我，这城墙用什么做的？这个 BOSS 出场那么大牌了，但还是奈何不了自己的远古城墙。基克洛普斯之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所有人一起攻击 BOSS！ 哇，怎么大家都沦落的跟我同一水平了？这头巨人一身岩石外壳也太硬了，40万血得磨到天昏地暗。会长哥哥，是本萝莉露一手的时候了。我们诅咒。这个 buff 最多减30%防御，对付这种动不动几百点防的血牛 BOSS， 堪称变态。减防技能可是物理系梦寐以求的神技，我真羡慕你啊，丽娜。完全就是暴君的独角戏吧？老大牛逼！这波守城经验不错，20级达成。我可不想被别人知道，大 boss 掉了什么好东西。诸位，下来捡战利品吧，每人只能捡自己的掉落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耶，捡装备了！好多金币，发财了！可以买包包了。啊！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是捡钱。钱不算什么，经验才重要。权威起飞了。
500名精英全部突破了20级，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工会。这么多战利品，最多的可都是自己的，这下可以捡个痛快了。会长哥哥，我的新技能火皇诅咒帮上大忙了吧？会长，我的冰皇诅咒的群体茧房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是，你们两个真是太棒了。会长一骑绝尘，2个女儿是超级隐藏职业，整个工会就我跟不上节奏。老大，有战士的装备吗？我要变强。容本会长先看一看，攻击减半，防御加倍，绝对神技啊！战士防御高，再来个翻倍，简直就是小 boss 了。这件盾牌怎么说？我玩神域就是想守护2个女儿，有了这盾牌，我就能守护她们。老大，我出1000万金币。天狗这么有钱？喂，天狗，别哄抬黑金价格。不用了，这件装备你拿去用吧。你是离恨天的人，装备好点才不丢工会的脸。老大，我还是第一次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，那我就为工会做点贡献吧。这不缺钱的小弟，想赏他点东西都很费脑子。他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？会长爸爸，这次你拿出了好大力气，你要奖赏人家。会长爸爸，人家也要。 2个小丫头为了获得装备，已经开始喊爸爸了。老大真是什么都好，就是能不能别当我女儿的爹呀？橙色技能，想不到独眼巨人王爆出了我梦寐以求的减防技能，以后任何 BOSS 在我面前都是纸糊的了。爸爸，我们升级了。爸爸，你送我们的装备太好用了。暴君先生，看来你都当爸爸了，真是变态。哦不，真是意外啊！老天爷，救命！别再给我桃花运了。玩了一天了，去放松放松。糟糕！啊！是她，吉娜丽娜的小姑妈。谢谢先生。你没事就好，我送你回去。隔壁竟然住着一位小帅哥，还送我回房间。我明明是单身主义者，这是怎么了？有点奇怪，对方一开始距离自己1米多远，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？首富家的女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她给我这纯金名片是什么意思？想让我联系她吗？还是有人声明一步快，步步快的真理啊！这俩丫头，自从搬到这里之后，天天半夜做梦喊爸爸，你们真是够父女情深的。难道自己老了？怎么会有男人对自己没兴趣呢？还是说他是一个 gay？ 自从龙堡交给第1号打理，真是越来越繁华。帝国军团的入驻、城防问题也解决了，我也是时候推巨龙觉醒的第2章了。精灵的地盘在圣盔城的西北方向，最近的精灵城池是曙光城，是翡翠之龙沙拉萨最喜欢降临的地方。看来要到达那边的精灵圣殿，起码要赶好几天路。哼！恭喜您发现了冰溪谷。竟然是一名黑暗精灵妹子。黑暗精灵颜值可谓首屈一指的种族，但他们是被精灵王国抛弃的族群，是玩家可随意杀戮的野怪。前世他们都加入巫妖龙的地狱势力，在末日战争中，他们可谓是人类的噩梦。前世不少华夏强者就死在他们手上。作为敌人，不需要怜悯他们。朱尔利斯，继续跑啊！朱尔利斯，难道是他？老大，这个 NPC 有名字，可不一般。这个黑暗精灵太漂亮了，杀了真可惜。他不向咱们发布任务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杀了还能长点精灵王国声望。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各位，对一名妹子动刀动枪，不太好吧？你是暴君？
我需要一名黑暗精灵来交任务，你杀了他，顶多就报几百金币，让给我，我出2000。哼，这点钱就想打发我们血战？什么交任务？神域康康系和 NPC 亲密互动系统，我看你是想买它回去亲热吧？别怕，我是暗月氏族的朋友，在这里等我，我带你回暗月氏族。暴君，这里是曙光城，我们血战说了算。我走，不要钱，那都去死好了。你敢杀我们血战的人，就算是 Speed， 也要给我们血战3分面。丑恶的高等精灵，你们去死吧！这闪避太变态了，简直是刺客天花板。不愧是前世一人团灭燕京军团精锐的魅影女王，想不到被称为人类噩梦的魅影女皇，此时竟如此弱小。在前世，她半年内就会被巫妖龙蛊惑，舍弃精灵肉身，彻底堕落成王子。后来她组建了黑精灵暗月王国，并加冕为魅影女皇。在末日之战随地狱军团入侵地球，现在若二丽丝还没有坠落，我必须阻止她，也变相削弱亡灵势力的力量。到了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还护送我回暗黑精灵营地。我们被高等精灵追杀，父亲和所有男性族员全部战死，暗月氏族只剩100多人。同是精灵一族，何必自相残杀？或许中间有误会。你在替那些卑鄙的高等精灵说话。您引起了卓尔丽丝不满，好感度减10。黑暗精灵还真是善变啊，随便说句话就能翻脸。死壁的工会的人也开始攻略黑暗精灵营地了。从少，终于搞定看门 NPC， 可以进黑暗精灵营地做任务了。好，黑暗精灵在刺客上比高等精灵更强，说不定能拿到高级转职书，对你提升巨大。咦，旁边的人是暴君？暴君，我好不容易才进营地，他居然被美女 NPC 直接带进来了。暴君不是在龙堡吗？从圣盔城到冰溪谷，正常赶路得10天半个月吧？离谱！一来就接到了黑暗精灵的任务。Zero， 别管暴君了，先进去接任务。你是我们头号选手，不能输给他。明白，一个靠传奇装备的奸商而已，我迟早超越他。这简直就是女儿国啊！一个比一个水亮，太漂亮了！我要截图供起来。Zero， 必须拿下这个营地。那个女族长我要定了，市场给你500万奖金。恭喜聪少找到真爱 ，Speed 会成为世界首个攻略女 NPC 的工会。勇士，很高兴有一位高等精灵愿意追随暗月氏族，但我们现在还信不过你。尊敬的族长，这是我的诚意。勇士，您的诚意令人感动，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哇，那么族长，请问有重要任务交给我吗？暗月氏族的确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，不过暗月氏族无法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高等精灵。你的礼物离我们的信任还差1000倍。1000倍的礼物，这是好几亿金币啊！比暴君都黑。黑暗精灵果然不能信，这暗月氏族的好感提升简直是地狱难度。我该不会步着搞笑老哥的后尘吧？不知我在重建龙宝时顺手捡的草药能不能用得上？这真的是传说中的龙蛇草。啊！你不仅救了我的女儿，还带来龙蛇草。勇士，你是暗月氏族真正的朋友。这位勇士，我们有要事要谈，能否请你出去一下？这个暴君竟然抢我的女神！勇士，您可知暗月氏族为何如此看重龙蛇草吗？不知。我们本是高等精灵，世时战争被混乱之龙污染，堕落为黑暗精灵，遭到精灵王国放逐追杀。为了生存，我们培育出终极刺客职业——魅影刺客，而龙蛇草就是进阶的关键。
现在，卓尔是暗月氏族唯一的魅影刺客。卓尔，向勇士展示一下自己。好的，母亲大人。有切入，有爆发，技能还能随基数而提升，这是一个近乎 bug 的职业啊！怪不得前世的燕京保卫战中，卓尔能扛着几十万人的攻击一血未掉。有了这么多龙蛇草，我想你们可以培养出更多的魅影刺客了。到那时，暗月氏族再也不怕高等精灵追杀，还能挣脱暗影侵蚀。母亲。脱离精灵王国后，我们失去了翡翠之龙的庇护，成为了被神抛弃的子民。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向巫妖之龙寻求力量，亡灵之力驱使我们堕落，我们已无法回头。母亲，但我们的子女，他们还有救。卓尔，答应母亲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动用你的白骨项链，否则你也会变成一具没有感情的枯骨。勇士，暗月氏族即将覆灭，要么被杀戮殆尽，要么坠入亡灵世界。你能帮助我们吗？交给我吧。寻找神器什么的，最喜欢了。小心，这是岩石傀儡。减速匕首，魅影闪烁，背刺一击，魅影杀戮。勇士，巨石山谷非常危险，您要小心。有卓尔在，我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。谢谢勇士一路上给了我那么多龙蛇草，我感觉变强了很多。BOSS 呢？勇士，他没有起死的弱点，我的攻击不足以杀伤他。不急，你先拉仇恨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勇士，他的防御像消失了一样，可惜我伤害还是不够。伤害，这里交给我吧。结束。快看一看，有没有爆出那2件神器？破损的神器碎片，神器来的这么容易？果然没那么简单，得回去问清楚。勇士，感谢你为暗月氏族寻找到了2件失落的神器，但可惜它们损毁严重，在前往影龙巢穴之前，您必须先修好它。我就知道。那如何修复呢？能修复神器的只有月光宝石，它就在供奉翡翠之龙的精灵圣殿中。最近的精灵圣殿就在曙光城，我让卓尔丽丝陪您一同前往。哇，这里就是曙光城吗？乖，把冬帽戴上，别被人认出来了。看来真是没见过世面。被驱逐者不得入内。卓尔，你在这等我，不要走远。
龙宝能种植这些美丽的鲜花就好了。这么多月亮宝石，随便拿2块就修复神器了。贪婪的人类，希望你不是在觊觎属于本龙的宝石。啊！你长得还算顺眼，就扣你一点好感吧。老子只是摸摸，没有偷，只是想不到建模好也能吃到红利。你虽身负光明之龙任务，但实力太弱，又是人类血统，本龙信不过你。重活一世，这头母龙还是这么毒舌。听闻精灵王国正受暗影侵袭，我希望能出手相助。那个丑八怪巫妖龙马尔蒂斯，一直嫉妒精灵的美貌和才华。现在他派出了比他更丑陋的爪牙影龙，在迷雾山脉建巢，将魔爪伸向堕落的黑暗精灵。凡人，你有3个选择：第一，杀1万名黑暗精灵，警示投靠影龙之辈；第二，杀死10名亡灵精英级 BOSS。这母龙提的任务对自己来说，貌似也不是很难嘛。第三，放弃任务。啊！竟然劝自己放弃任务，这头母龙太过分了。龙神，在下希望能一劳永逸，直接端掉影龙巢穴，让亡灵势力彻底从迷雾山脉消失。反正我的史诗任务也要捣毁影龙巢穴，正好一次完成2个任务。哦，没想到你竟然有勇气挑战影龙巢穴，很好，你是这些年本龙见过的最有勇气的人类。凡人，本龙会安排一群炮灰将影龙引开，到时就是你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当然，这并非本龙看好你，而是出于对弱小生物的怜悯。等老子变成巨龙之后，第一个就收拾这头母龙。看这是什么？曙光城竟混进了一只黑暗精灵！会长，我看到暴君进了圣殿。暴君不给血战面子，那就先杀了他的任务 NPC。卓尔那小丫头又扣好感了，一定等急了吧？答应带她逛曙光城，给她买几件漂亮的衣服，涨点好感，还能大饱眼福。啊！哇！血战上千人围攻一个 NPC， 这是神仙吗？一直 miss。血战丢脸，连 NPC 一滴血都摸不到。不对，这个 NPC 之前的闪避还没有这么高。照明弹发射！这群混账竟然对你出手！亲爱的勇士，你终于出来了！暴君出手了！这是什么技能？一刀控住了几百人，太 bug 了吧！哇 ！NPC 也会开挂！这才是神级刺客，千军万马之中来去自如。别管这个 NPC， 大家激活秒将暴君，他弓箭手就是个脆皮。老大，我看不必了，除了我们俩，已经全军覆没了。我们血战到底惹了什么怪物？曙光城第一防弹血刺一下就被秒了，2个人屠了上千人，这也太变态了。都是卓尔不好，惹了那么大麻烦。我们快跑吧，曙光城的护卫会追杀你的。真是个倔强的傻丫头。跑，该跑的是那群偷袭你的人。走，我带你报仇。哇，原来是个银发黑暗精灵少女！我要是精灵，黑暗精灵好看太多了。我恋爱了。哎，从少失恋了，迷上黑暗精灵，连嫩模也不约了。不仅没搞定暗月氏族的任务，还在任务上输给暴君，简直太难以接受。从少 Zero， 快看论坛，暴君带着一名黑精灵妹子把血战给灭了，在圣地门口灭了血战1000号人，接着赌复活点，杀到血刺连掉7级，再也不敢上线了。这么漂亮的 NPC 竟然和暴君在一起，不能忍！要是上次我们接到暗月氏族的任务就好了，什么都被暴君给抢先了。亲爱的勇士，我们下一步去哪里？下一步是找到几颗月光宝石，不过比较困难。亲爱的勇士，卓尔或许能帮上你。卓尔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老子不是故意的，估计又要扣好感度了吧？啊，还可以这样，看来以后多要动动手才行呢。
出发前，母亲大人给了我一张地图。直达圣殿内部的通道，那不是可以隐身进去偷月光宝石？开启神隐模式。要真大了！捡一颗居然要1秒钟，神力只剩58点，一旦枯竭就会被门外的翡翠骑士看见，看来不能爽拿了。神力药水，有了这个就可以一直开启神隐，将这里的宝石全带走，就是味道有点怪。这母龙白天那么嚣张，这下把你家偷得干干净净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可以加10点神力，那归我了。快撤，母龙要来了！真是乏味，生活没有一点乐子。在秩序神龙大人降临之前，日子真是难熬啊！看来又只能自己陪自己玩，度过漫漫长夜了。是谁敢偷本龙的宝贝？我私下的秘密可不能传出去，不然神龙威严就要碎一地了。偷窃的事情一定不能让那头母龙知道，否则我100条命都不够死。这都是营地外的玩家送的，帐篷内放不下，只能摆外面了。是暴君大佬！那个黑暗精灵妹子，就是神域第一女神卓尔丽丝。羡慕啊！全是冲美女 NPC 而来的吧？可惜你们的礼物落在这黑心女族长这里，算是打水漂了。勇士，您真的带来月亮宝石了吗？修复成传奇至少要1颗，想恢复成神器碎片至少要100颗。我想，其实对你来说也很难办到吧？在下带回来1000颗。勇士，接下来我们将倾全族之力修复神器，期间守护法阵的任务就交给年轻的你们了。交给我吧。启动法阵，修复神器。快看，法阵飘着武器，难道在锻造神器？冲进去看看吧。找死！门口有暴君和 NPC 守着呢。卓尔，送你一件衣服。真的，卓尔已经好久没有换过新衣服穿了。绝对漂亮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哇，卓尔喜欢。在精灵圣殿摸回来的好东西，我已经有加百列之意。给卓尔装备，把他闪避堆到100%，无敌了。好漂亮，谢谢勇士。这算啥？之后还有别的好东西，都给你。梅里斯族长，我想知道，修复神器是不是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是的，暗月氏族能坚持到如今，完全是借助亡灵的力量。我预感在修复神器之后，我和法阵内的族人将坠入亡灵的世界。所以，勇士，卓尔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卓尔还有暗月氏族的未来，都交给我好了。勇士，成功了！感谢您提供的月亮宝石，使得神器修复的结果远超预期。双倍攻速，6倍暴击，配合上魅影杀戮杀人后技能刷新的效果，卓尔直接起飞。而这把魅影神功虽是绝世神功，但可惜并不属于我。勇士，这把神功能修复，离不开您的巨大贡献，所以暗月氏族愿将神功暂借于您。若您能成功扫荡影龙巢穴，那么我族的这把神功将真正属于您。看来只要通关影龙巢穴，就能同时完成2个史诗任务，简直不要太爽！啊！出大事了！快看装备排行榜！这神器不属于我，所以无法隐藏。一件5星传奇已经遭人嫉妒，现在神器在手，更遭人恨了。一件神器至少10亿，拿到手这辈子都不用奋斗了！哇！兄弟们，
暴君是个大红名，杀了他能爆神器呀！拼了，爆神器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大红名天经地义，兄弟们一起上，爆掉暴君的神器！看来又要大开杀戒，弑神宫的机会来了。一剑秒300个玩家，还是人，这伤害就是第2个神器哥。兄弟们别怕，这是神器的威力，只要我们得到了神器，我们也能一剑300杀。神器，这就是神器啊！冲啊！爆掉神器！杀了暴君！明明是自保，反倒成了带称号的超级大红名。不过这称号倒是不错 ，PK 神技，惩罚适中，但我有超级重生戒指和恶魔血瓶，基本死不了。啊！你们，我们借用了太多亡灵之力修复神器，即将彻底堕落为亡灵。怎么才能救你们？来不及了，我的肉身最多只能维持1周，所以我把卓尔和这些孩子托付给你，他们还能维持1年的肉身。希望你1年内得到白骨钥匙，解除他们身上的亡灵腐蚀。萨拉莎说会派一群炮灰引开影龙，那时便是最佳时机，说不定1周内就能断掉影龙巢穴，就能救下这群如花似玉的暗夜氏族精灵们。母亲，卓尔不要离开你，不要你变成亡灵。卓尔，你要学会坚强。暗月氏族曾是统治曙光城的高等精灵，即便被神抛弃，暗月终有崛起之日。母亲希望有一天你会强大到让神为当年抛弃暗月而后悔。母亲，卓尔会的。2个族群必定走向对抗。沙拉萨对子民太任性，说弃就弃，之后必须让他吃苦头。影龙巢穴在冰溪谷西面，迷雾山脉的深处。必经之路得穿过7个精灵城镇，果然论坛一动员，100万玩家响应猎杀我，走到哪儿都躲不开。卓尔，为了省事，一路上只能隐身赶路了。隐身技能总有冷却的时候，被他们摸到我要去迷雾山脉的企图，这下麻烦了。这也太多人来围堵我了吧！凡人，黑水堡垒是影龙生产骷髅怪的工厂。曙光城一进攻，影龙必定会亲自防守，到时本龙会施法困住他，你趁机捣毁影龙巢穴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好一手调虎离山，所谓远征军就是他口中的炮灰，正好我也来添把火。暴君，算你有种，一人挑战100万玩家，就让你死个明白！哼，暴君，你真是膨胀了。你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暴君死定了！老子到时一定准时到。本姑娘佩服，一人单挑100万玩家，拿命来！为你们准备了个惊喜，希望到时候你们能喜欢。观众朋友们，黑水堡垒周边已经聚集了100万玩家，大家都在等暴君出现，就连 Speed 的一哥也来到了现场。老大，暴君不会不来了吧？不会。他把我们骗到这里来，只会自毁名声。就算是骗局，咱们直接传送回曙光城，没有任何损失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尼玛没等来暴君，竟然等来了一头巨龙！渺小的凡人，你们竟敢闯入阿洛斯的城堡！我赐你们以死亡！影龙，阿洛斯，不正是盘踞在迷雾山脉的亡灵巨龙？还是一头常年巨龙！我操！快下线！没有，空间被锁死，下线角色会被托管，跑不掉。这一定是暴君的阴谋，我们都被暴君坑了！
君，你好狠！我这手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亲爱的网友们，我想我们今天见证了神域历史上的第一惨。一群逗逼，一头成年巨龙再来100万个玩家都扛不住。卓尔，这个戒指戴上。哇，戒指！亲爱的勇士，这真的是给卓尔的吗？只是送件装备，小丫头会作业了吧？看来这位未来的魅影女皇已经越来越喜欢自己了。BOSS 养成计划搞起！卓尔，我们行动。原来是一只可怜的黑暗精灵，想必你也和我一样被高等精灵迫害了吧？我们都是被神抛弃的子民，我选择了坠入亡灵，而你走了另一条路。你的勇气令我敬佩，动手吧！杀了我就可以进入死亡之山，寻找解救氏族的白骨钥匙。黑暗精灵，我祝福你，希望你的族群能一直生活在平静之中，避免陷入众神之间的纷争。若不是翡翠之龙和高等精灵容不下一族，以及血脉受污染的黑暗精灵，哪有这么多烂事？勇士，卓尔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神，守护暗月氏族，守护所有黑暗精灵。好，那我就准备成为神的男人。看来这头影龙没少搜刮民脂民膏啊！这些都是各个氏族进贡的。为了满足阿洛斯，我们暗月氏族几乎献出了全部财富。想必附近地域被污染，都是这台机器的功劳。不过在摧毁它之前，必须先找到白骨钥匙，那才是拯救暗月氏族的关键。难道母亲大人没救了吗？白骨钥匙是任务道具，一定会存在。我竟然被秒了！隐身单位偷袭，若非超级重生戒指，我现在已经回城了。竟然是一头巨龙，幸好我是成年巨龙。那头母龙为什么不告诉自己，还有一头小龙在守着巢穴？残忍，能接住本龙一击影杀还活着，已是你此生最大的荣幸。不过也仅此而已了。本龙将赐予你死亡。挨中一下就是被秒杀，太快了！我居然连使用技能的空隙都没有。亲爱的勇士，现在是卓尔出手的时刻了。我会为你扛住这头巨龙，请你尽情的输出吧。傻丫头，不过接近100%的绝对闪力，外加能3次复活的复活戒指，短时间内应该能扛住。不愧是巨龙，这个龙威光环比得上一件神器。这下卓尔不再是100%了，危险！卓尔好没用，才不是，因为卓尔，我才能把巨龙的防御减到底。卓尔，你先离开山谷，这个 BOSS 交给我。哼，我要使用终极大招了，必须把这头龙打到跪地求饶。可笑！你不过是趁我父亲不在，偷闯巢穴的弱小叛人。
超级重生戒指也只剩下7次使用次数。恶龙，今天老子就让你明白明白，谁才是你爸爸！这是隐身，我答应这眼竟然无法反隐。卑鄙的凡人，你出来与本龙一战！谁出来谁是孙子！卑鄙的人类，本龙要烧死你！恐怕你等不到那天了。终于找到了。亲爱的勇士，你真的做到了！你是天底下最勇敢的人。钥匙拿到了，我们可以去救你母亲了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老子竟然被一个女 NPC 强吻了。我们现在就回去拯救暗月氏族吧。嗯。